张大铁向我家的外国人发出了他的警告：外国人的狂野和松弛不适用所有人，并且不能没有底线。我们出去旅游之前，张大铁的老师就跟我沟通过，说这孩子吧啥都挺好，就是过于胆小谨慎了。那春天都到来1个月了，班里就他一个孩子，非要穿秋裤，还得穿俩。你少穿点吧，张大铁。不行，早晚凉，早晚凉。我一听，我也觉得张大铁啥都有点太像小老头了。我觉得他吧，要是能和俺家那些虎了吧唧的外国人中和一下就好了。我就劝他，我说张大铁，你看你爷爷奶奶，他俩60多岁了，活得比你都年轻，你呢能不能也跟他们学学，活得年轻一点，虎一点，轻松一点。然后我们就去旅游了。到了三亚，我们住的酒店有个大泳池，半夜3点，我公公布兰突然要跳水。啪嚓一声，给张大铁都崩醒了。张大铁以为他爷要自尽呢。第二天到了海滩，布兰就跟拿铁说：“拿铁见到水就得跳，往水里跳的一瞬间是最爽。拿铁跳！”张大铁思虑再三，他爷他奶看张大铁落水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太好笑了！没事，拿铁你不冷吧？看你也不冷。”到了猴岛，他爷告诉他，拿铁跟猴打招呼需要激情。张大铁决定，那我也试一下。张大铁是真够努力去融入他们了，就连这几个老外非要跟张大铁比吃冰，他都硬着头皮加入了。这个拿铁不行，我怎么不行呢？Delicious。哎呦我的妈！Yummy。妈妈，咱们这么吃，还是会拉稀吧？结果不到5分钟，真拉稀了。为什么我吃完能拉稀，外国人不拉稀呢？是不是也拉到裤兜里了？我就是不吃。到这儿甚至都还好，但是下一件事踩到张大铁底线了。这出门旅行啊，孩子会出现各种情况，要准备的东西可太多了，之前就很头疼。还好有京东，现在京东母婴一站搞定。推荐京东宝贝趴，每满200减30，新生儿尿裤免费送，奶粉28天新鲜直达，为亲新生儿奶瓶只要49。那啥事儿这么严重，踩到了张大铁的底线呢？我们回到北京，乍暖还寒之时啊，这一家人带张大铁出门之前，就非要一起围攻他，不让他穿秋裤，让他加入他们一起穿短裤。这些外国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话术。拿铁只要上身暖和就行了，腿是感受不到冷的。张大铁对他们的歪理表示很质疑，我就说，要不咱就试一次呢？秋裤妈给你带着。于是裤衩帮出发了。关门，我太冷。这家百货，他们要是不等他们穿棉袄干哈呀？他们说腿是感觉不到冷。他说啥说啥，我腿感觉冷。胖媳妇给他的儿子张大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，开席岁。上个礼拜，张大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、认真探索，终于从托儿所毕业，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，也迎来了人生第1次家长会。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差了。然后张大铁去这幼儿园呢，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，他没有外国孩子，也没有外国家长，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，他啥也听不懂，我就想让我爸去。大胖友说不，我完全没问题，自己就去了。他去了之后吧，我爸还是不放心。20分钟之后，我爸偷偷也去了。到了幼儿园，来的没有父母，全是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。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。结果旁边老大爷说：“这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。”白外教。我爸到的时候，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，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。老头说：“你是老师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让你猜到了。”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。人老头问他：“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，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，成为科学家。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。”老太说：“哎呀妈，这外教挺会说话。”他老伴说：“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。”给我爸气的，回家就跟我告状。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，姥爷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？”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来的，你怎么说的了？我说兰州拉面，兰州拉面。对，就知道吃。除了兰州拉面事件，我爸还继续告状，说人家老师说了，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，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，有编程，有美术，有游泳，有街舞，家长们也可以接龙。我爸就问大胖媳妇：“你想给拿铁学哪个呀？”大胖媳妇反问我爸：“那我能学接龙
龙，谁学街舞啊？接龙听着多酷啊！接龙，接龙。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。你看这个家长群，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。你看老师一打接龙，底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全是报名的，我没看别人报别的，全报接龙。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，还不认真听，净打岔。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。大胖姐儿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。人老师说准备好，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。大胖姐儿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。如此不认真，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。人还没回来，先吃上月饼。他这老外眼里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。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。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，立减叠券，团圆珍贵，好礼不贵，我们幸福过中秋。从家长会出来，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大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。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。刚才老师说2、3岁的孩子叛逆期，脾气大，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，脾气大，脾气大。你拉倒吧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脾气大是啥意思？脾气大是啥意思？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？出气的。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。我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，你这汉语都听不懂，你学汉语，你给我学的吗？是我学的吗？拿起。哎呀妈，逗死我了！你家张大铁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拿铁，你奶奶、你姑姑大老远从加拿大来了，你怎么着你也得象征性的跟人说1、2句英文，得说2句。然后他在指导下哈，他还真说了，但是呢，他姑没听懂，他就不乐意了。我给你看啊 Hello, Nadia. How are you? 拿铁，你说 I'm fine, thank you. 我汉啥球？ I'm fine, thank you. 我汉啥球？啥球？然后我们上车，他姑就跟拿铁说 I don't think you're speaking English. Don't think you're speaking Mandarin. I don't understand whatever you're saying, buddy. 那扣姑姑说，你说汉语他听不懂，你说英语他也听不懂，你说啥他都听不懂。我特别今天好，知道吗？张大铁又来安慰人了。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妹，最近崩溃了，老板烦人，天天加班，她受不了了，想裸辞，问我能不能来俺家让张大铁安慰安慰她。从张大铁给出的杂乱无章、漫无边际的安慰话语中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职场哲学，而且他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词儿——内耗，一直用，虽然他不知道啥意思。这个阿姨她崩溃了，她想被拿铁安慰。咋的？她上班上疯了，她太内耗了，你不懂。不懂。你那他也不懂啥内耗，我是给他内耗。不懂。我也是个特别内耗的。我中午在学校吃大晚饭，老师夸我特别内耗，特别内耗。阿姨就是工作太累了，她不开心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我天天加班，老板不让我下班。他不让下，你不让他下班，他根本就不上班。他不上班，你也不上班。我不上班，HR 会告状的。等一下是谁呀？是谁？我根本就干不过来，老板非催着我干。我不想干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不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那我老板就不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那我也不喜欢他呀。他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他，都不喜欢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但是他这个老板，他要是不开心，谁都不开心。那你就告诉他，告诉他啥呀？告诉，你就告诉他 ，I don't care, I don't care, OK？ 别惹我，我内耗了，我内耗了，特别内耗，别惹我，我早就内耗了，我特别的内耗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决定了就裸辞，想去远方旅行一趟，不就是没钱赚了吗？没钱就没钱，回来再想钱的事儿，不受这个折磨。我说我完全支持，我不只支持你去找寻快乐，我还送你一套我自己保藏的欧珀莱的高定礼盒，这里的第4代黑精灵精华添加了抗老科技成分的新肌酮，质地清爽，吸收快，能有效缓解熬夜加班出差带来的损伤，紧致皮肤，淡化细纹，轻松抗老。然后第2天早大同学开生日 party， 张大铁也去了，人家叽里哇啦说一堆，他也听不懂。然后早达让张大铁加入他们一起滑旱冰，张大铁不敢，但是他不说他不敢，我可不